大家好，我是哲嘉。上一集讲解完怎么为专案加上 Spake Key，还有如何使用 Constitution。那这一集就来介绍怎么使用 Spake Key 为我们的专案开发新的 feature。那开发新的 feature，我们就是从 Specify 这个 command 开始。然后我这个专案是去介绍这个中华北少林长拳武术推展协会的一个网页。那我今天想要新增的 feature 是做一个最新消息的页面。那是根据长拳有一个粉专，请帮我参考长拳协会的粉专，然后找它最新的贴文，然后做一个最新消息的页面。那我们就按 Enter。好，那它跑完了。那它每做一个新的功能，就是会在你原本的分支下面往下开一个新的分支，那专门做这个 feature。那它所有的 spec 都会放在这个 spec 的资料夹里面。那每一个 feature 它都是会往下再开一个路径。那比方说，我下一次想要再新增一个 feature，它又会从 spec 里面再开一个002，然后什么什么的资料夹这样，然后里面去放这个 spec ND，就是规格。那它这边就是有描述它要怎么去做这个功能。那它在每一步的最后都会提示你下一步可以做什么动作。那你可以直接做 plan，也可以用 clarify 检查一下规格有没有一些不明确的地方。那我们就来用 clarify 一下，然后执行。那它就会开始问你一些问题，那问你想要怎么做，然后会提供你一些选项。那它有时候会跟你推荐选哪一个，比方说这边就推荐你使用 A。那我们来看一看，他说当访客点击消息卡片的时候，希望怎么呈现完整内容？A 就是原地展开，B 会有一个独立的页面，然后 C 是弹出视窗。那我们选 A 好了。那它就会把我们刚刚的选择更新到 Spake 这里，然后他再问第二个问题：消息类别的栏位在出版实作中应该包含什么？A. 包含每则消息带有类别标签显示在卡片，暂不做筛选功能。B. 延后实作，出版不包含类别栏位。一开始我们先简单一点，那选 B 好了。那除了直接回答选项之外，如果选项你都不喜欢，你也可以直接用描述的，然后跟他讲希望怎么改。好，那他的问题都问完了，那就是建议我们下一步可以执行 plan。那到这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到一个问题？我刚刚下了 clarify 这个 command，那他是怎么知道我要去 clarify 哪一个 spec？我今天是 spec 做完了，立刻下 clarify，所以很直觉，它应该就是去 clarify 我刚刚那个 spec。那假如我今天把 spec 做完，
然后现在东西都关掉，然后下次回来又开一个新的视窗，然后直接下 Clarify，它还会知道去 Clarify 哪个 spec 码。又或者我今天同时在开发很多个功能，开了很多个视窗，然后下了很多个 spec，去同时新增多个功能。那我们要怎么让 Clarify 知道它要去 Clarify 哪一个 spec 呢？那原理其实很简单，就是 Agent 会去观察我们的操作行为，我们现在页签开了哪个 spec，或者最近是更改哪一个 spec ND，那又或者对话里面的上下文。那如果你想要保险一点，就是在 Clarify 后面再指定说你是去改哪一个 feature 这样，那通常是不会这么麻烦啦。你真的想要保险一点的话，就是去点一下你要去 Clarify 哪一个 spec，那这样 Agent 应该就会知道了。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下一集我们来讲 Plan、Task、Analyze 还有 Implement。那 SDD 的流程就讲完了。那在下集的话，我们来讨论一下怎么让不同的 agent 都使用同一套 spec key，然后介绍一下 Cursor 的 Plan Mode。那我是哲嘉，我们下次见。